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呢，有一点点沉重，是关于宠物弃养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的人会在家中选择去饲养宠物，有的人甚至说在家里面会养上好多只的猫猫狗狗来陪伴自己每天的生活。然而随之带来的呢，就是持续上升的宠物弃养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全球10大弃养率最高的狗狗。第10名，拉布拉多犬。拉布拉多犬起源于加拿大，全名拉布拉多巡回猎犬，是一种智商高、性格温顺、活泼且低攻击性的犬种。除了家养外，也常常被用于导盲、缉毒等工作。和金毛哈士奇放在一起，被定为3大低攻击性犬类。同时，拉布拉多犬也是美国犬业俱乐部 AKC 中登记数量最多的品种。作为宠物家养时，拉布拉多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均衡。它们很容易被训练，服从性高，且对小朋友十分的友善和耐心。拉布拉多犬的平均寿命大概在10至15年，如果照顾妥当的话，可以陪伴家庭成员和小朋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按理说呢，这样一只表现均衡、性格温顺的狗狗，应该说会在家里面成为最受欢迎的成员。然而，拉布拉多的弃养率却非常的高。根据目前统计的数据，拉布拉多犬的弃养原因主要是2点。第一是食量。拉布拉多作为中大型犬，运动量高，食量也很大，以至于很多狗主人在饲养一段时间后，会因为高昂的食物费用问题而放弃它。另一个原因呢是遗传病。拉布拉多犬有一些常见的由基因问题导致的遗传病，比如说髋关节发育不良、白内障等。而日益高涨的宠物医院治疗费用，也使得很多狗主人在发现问题后不得不放弃治疗，最后甚至于弃养。第9名是斗牛犬。斗牛犬是一种中型犬种，起源于英国，因在中古时期的英国经常被用于进行斗牛活动而得名。然而，最初品种的英国斗牛犬，因为在斗牛活动被禁止后，已经近乎灭绝。而现如今，人们家养的斗牛犬大多是经过基因改良后的品种。改良后，现代斗牛犬的性格已经趋向温顺，健康状况也有了大幅度改善，尤其是针对于原始品种最常见的心脏病问题。根据 AKC 的数据表明，斗牛犬是全美前10大最受欢迎的品种，且在2016年达到了第4名的历史最高位。然而，由于近些年频频传出的斗牛犬伤人和攻击儿童的新闻，使得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家养的斗牛犬是否有一天也会突然的性情大变，具有攻击性，于是不得不弃养。这也是斗牛犬近年来弃养率直线上升的一个最关键因素。此外，斗牛犬拥有 73.9% 的骨关节发育不良几率，是所有犬类当中最高的。担心未来产生的医疗费用所带来的压力，也成为了很多人选择弃养它的理由。第8名，腊肠犬。腊肠犬起源于德国，是一种腿短身子长的猎犬。它的体型结构非常特别，有着弯曲的腿、松弛下垂的皮肤和突出的胸腔骨骼结构。在现代人的饲养下，腊肠犬增强了在狭小低矮空间的活动能力，因此也常常被训练成为拥有嗅探、追捕和猎杀功能的猎犬。腊肠犬天性忠诚、快乐、顽皮，喜爱追逐小动物和各种鸟类，且由于天生相较于其他犬类更大的肺部结构，腊肠犬也拥有更大的叫声。由于腊肠犬独特的腿部结构，走起路时来会一摇一摆，非常可爱。与人亲近时，它们会用力的摇尾巴，
身体呢也会连带着一同左右摇晃。无需过多时间培养亲密关系，腊肠犬就能使人们感到它任何的喜怒哀乐。而腊肠犬近年来主要的弃养原因分为2点，第一是它需要更加频繁的清洁。由于短小的四肢和低矮的肚皮结构，腊肠犬在外出行走后极易弄脏身体的下部毛发，如果不注意及时清洁的话，很容易患上皮肤感染和寄生虫之类的疾病。第二点呢，是由于腿短，上下楼梯时需要人为辅助，如果经常任由它自己上下楼，会容易引起脊椎骨错位等相关骨科疾病。因此，由于这2点给饲养人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很多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弃养。第7名，吉娃娃。吉娃娃也是一种全世界十分受欢迎的犬种，它实际上起源于墨西哥，是全球最小的犬类。吉娃娃体型细小，眼睛大，特征呢是非常大的且竖立起来的耳朵。原始的墨西哥版吉娃娃是以黑色为主，而随着近年来的不断杂交，目前主流的颜色是奶油色和黄褐色。由于体型小，容易受伤害，吉娃娃天性敏感且神经质，遇到轻微危险状况时都会不停地叫，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原因。然而，由于小巧的身躯，吉娃娃能够更加容易地适应现代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小户型的房子，不需要多么大的空间就可以让吉娃娃居住的自由自在。所以吉娃娃其实在新时代的年轻人当中非常受欢迎。认真饲养的话，吉娃娃也能拥有长达17年的寿命。2008年，美国迪士尼公司还专门以吉娃娃为主题拍摄了一部喜剧电影，名为《比弗利拜金狗》。然而，即使拥有很高的人气，现在的很多人也选择了弃养。原因呢，是由于它娇贵的身体条件。一出生，吉娃娃就需要兽医在骨骼和牙齿方面进行特殊照顾。此外，神经相关的遗传疾病在吉娃娃身上也极为常见，比如说癫痫。而老年的吉娃娃也很常见心脏和支气管类疾病。因此，高昂且持续的医疗费用也成为了更多人选择弃养它的原因。第6名，京巴犬。京巴犬又称北京犬、狮子狗，起源于中国，是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犬种。从秦始皇时期一直到清朝末年，京巴犬作为皇宫里的玩物，在各代王朝和后宫中均备受宠爱。有历史记载，从公元8世纪的唐朝开始，京巴犬就只允许皇宫贵族饲养，而民间如果饲养的话，会受到刑罚。在解禁之后，由于它酷似狮子的外形，京巴犬也逐渐成为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犬种之一。除了日常的陪伴以外，它更代表着勇气、胆量、优雅和精致的生活。据统计，京巴犬在中国的保有量是所有犬类总数的30%。然而，由于京巴犬长且厚的毛发，使得它在高温环境下极易出现病症，比如说呼吸困难、中暑、掉毛等。此外，由于过大的保有量，各种杂交串种后的京巴犬也层出不穷，毛色和体型也不再好看，这也成为了很多人不再喜爱它的原因。随着国家发展和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许多价钱昂贵但是稀有独特的外来犬种也成为了更多人的心头爱。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京巴犬大量的弃养。第5名，萨摩耶。萨摩耶是西伯利亚原住民萨摩耶族所培育出来的工作犬种，属于中大型犬。由于特殊的面部结构，从正面看过去，萨摩耶像是一直在微笑，因此也被称为微笑天使。萨摩耶拥有光滑厚实的白色毛发，使得它一出现就赢得了许多西方贵族的喜爱。在19世纪，更是有不少的商人在各个国家之间通过倒卖萨摩耶的毛发而发财。萨摩耶普遍被用于在寒冷的地区
拉雪橇。近年来也有不少的探险家用它来从事极地探险任务。萨摩耶性格温和忠诚，乐于服务，攻击力低，一直是很多宠物饲养者的首选。然而，由于它天性好冷不好热，在很多现代发达城市也常常因为发热和出汗所带来的异味和疾病困扰饲养者。此外，许多大城市推出的禁养中大型犬的政策也促使不少狗主人不得不选择弃养。第4名，哈士奇。哈士奇是北方寒冷地区雪橇犬的总称。和萨摩耶不同，哈士奇是由当地速度最快的犬类和灰狼进行不断交配所产生的品种。由于相对短一些的毛发，哈士奇现如今也大量的被城市居民作为宠物饲养。哈士奇精力充沛，力气大，且行动敏捷，而且和很多灰狼、郊狼一样，哈士奇拥有近乎于淡蓝色的眼睛。然而这也给哈士奇带来了比其他犬种更大的几率去患上眼部葡萄膜炎症。而弃养哈士奇的最主要原因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词语——拆家。只要你在各种主流搜索引擎输入拆家一词，相信80%以上的结果都是各类哈士奇破坏家具玩具的视频和图片。成年的哈士奇拥有比其他犬种都要优秀的惊人体力，如果不让它充分的释放，当你离开家以后，那些木质结构的墙壁啊、地板、家具等等都会成为它发泄能量的出口。因此在领受了哈士奇的调皮和破坏性以后，很多人还是最终选择了放弃。我太难了。第3名，比特犬。比特犬起源于美国，虽然同属于斗牛犬种，但是和斗牛犬不同的是，目前比特犬一般特指美国的比特斗牛梗。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前7种犬类不同的是，比特犬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的攻击性极强的危险犬种，在很多国家都受到了禁养。比特犬呢，天性好斗，皮肤厚实，具有惊人的耐力和咬合力。在过去的10年中，比特犬被报道造成了至少13起攻击伤人致死的案例，而最近的一次是在2021年的1月20日，在美国南卡州，一名6岁男孩突然被家中的一只比特犬攻击，而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1秒钟，最后小男孩还是不幸离世。攻击的全程，男孩的父母都在旁边，然而由于发生的速度太快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正是由于这些惊人的受到攻击的案例，比特犬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大量的弃养，而这也给动物收养站带来了大量的压力。由于特殊的攻击性，比特犬只能被单独收容，而收养站的空间又很有限，所以最后很多比特犬不得不接受安乐死的命运。第2名，贵宾犬。贵宾犬又称贵妇犬，起源于德国。这一犬种下包含了标准型、中型、迷你型和玩具型4个不同分类。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是迷你型和玩具型的棕色卷毛贵宾犬。由于其外形酷似一款流行的毛绒玩具，人们也给它取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泰迪犬。贵宾犬种呢，性格活泼好动，适应力强，且智商极高。在所有的犬种中，贵宾犬的智商可以排在第2名，仅次于边境牧羊犬。在小型犬中是第1名。认真饲养的话，贵宾犬的寿命可以达到15甚至17岁，属于超长寿的犬种。而由于颜值高、智商高、体型小，不会有禁养风险，近年来贵宾犬种，尤其是泰迪犬的热度一直高涨。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并高涨的弃养率。大部分人选择弃养贵宾犬的原因是失去了养下去的耐心。这些人在当初选择饲养的时候，就是想跟随潮流。他们听说这类狗好养活，不容易生病，外形还好看，容易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喜爱，所以选择了去养。
但是实际内心呢却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只是为了一时的好玩而已。在养了一段时间后，失去了耐心，失去了热度，这些可怜的贵宾犬、泰迪犬就会被弃养。第1名，土狗。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1名，弃养率最高的犬种土狗。土狗这一名称是对于那些经过了多次不同犬种间互相交配后所产生的那些没有特定血统的犬只的一个总称。在中国，土狗一般特指中华田园犬，而在别的国家一般特指一些没有血统的串串狗。由于经过了多次跨犬种间的交配，土狗的生命力和性格普遍要优于其他那些血统纯正的狗。土狗性情温顺，容易饲养，忠诚度高，不易生病。然而即使拥有了这些特殊的优点，土狗还是在近年来难逃被弃养的命运。随着21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量的纯种犬类被引入，它们大多拥有漂亮的外形和一些鲜明的特征，这也就导致很多传统的土狗被嫌弃，继而遭到弃养，沦落在街头成为流浪犬。而10多年来，各种动物疫情和咬人事件往往在一开始找不到源头时都会被扣在土狗的头上，导致土狗被更多的人厌恶。这也就是为什么土狗会在这个列表里常年排名第1。据统计，目前中华田园犬的数量已经降低到了历史最低数值，濒临灭绝。最后我想说，如果决定要养宠物，请一定做一个负责任的主人。你的一念之差就决定了它一生命运的改变。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曾经在你最失落的时候给你带来了安慰，在你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和你一起分享了喜悦。无论它是否依旧美丽，惹得你爱不释手，是否身体依旧健壮，能够和你一起奔跑，它都是曾经陪伴过你的一条生命。所以选择了它，就不要轻易放弃。如果真的照顾不来，也请一定给它找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蓝胖，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评论、转发、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